嗨，大家好。在上期影片我们提到，运用双重复利投资策略进行长期的股息堆叠，每个月投资6000元，20年之后我们就可以每个月领40万的股息。那如果不知道双重复利投资策略是什么的话，那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，就是运用股息再投入，第一个复利，再去加上股息成长，第二个复利，这是一个强化版的复利投资策略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。灰色的部分就是单利投资策略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股息是没有在成长的，它每年所能领到的股息是一样的。那第二个就是复利投资策略，也就是我们蓝色的部分，它的股息增长的一个幅度，相对于单利投资策略是比较明显的。那第三个也就是我们的双重复利投资策略，它就是黄色的长条状，你可以看到它的股息增长幅度相对于其他两个投资策略来讲，它是更加的明显的。那要创造这巨额的股息收入的最基础条件是什么？公司的配息要高，还是公司每年股息成长要超过10%？这些都是我们筛选公司的条件啦。但是最基础的就是这家公司要能长久的经营下去，并且要能持续的获利。因为公司要是倒闭了，那我们后面讲的那些股息成长啊，或是股息叠加，这些都是空谈。接下来这期影片，我将会跟大家分享，我们要如何判断一家公司是否具有竞争力，并且能持续的获利下去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这是一个致力于探讨投资理财、财富自由等等有关财富的平台。在 Kevin 专注学习与财富相关知识的同时，也借由这平台分享给各位，相信对各位一定会有所帮助。那么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开始。那要如何判断企业是否能长久的经营下去？首先，我们就要知道什么叫做企业价值。一般来说，消费者买一件产品，如果他能用的时间越长，通常代表说他的企业价值越高。就像是买公寓，如果这家公寓它只能住1年，隔年就会因为某些原因而无法再居住或收取房租，此时公寓的价格一定是一落千丈。我们可以把公寓的价值看成在其寿命期间，全部租金去减掉维修费用等等的支出，那剩下的净现金收入就是公寓的价值。而同理，企业的价值就是企业存在期间内它所能产生的净现金流，也就是所有的现金减掉所有的资本支出。所以一家企业它可以长期的营运，并且持续的赚钱，它所创造的企业价值当然就会提升。所以我们要长期投资的话，就要寻找企业价值高的公司。那要如何寻找企业价值高的公司？在这边我们就要提到一个著名的投资法则——经济护城河。这是由股神巴菲特所提出。那我们大家可以把企业想成是一座城堡，那城堡外面有城墙，那城墙外面要是有护城河的话，那是不是就更好了？我们再回想一下，我们过去楼下的那间柑仔店为什么会没落了？当柑仔店周围开了一家超商或是全联的时候，柑仔店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招架之力，没有多久它就倒闭了。因为柑仔店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经济护城河，它没有任何优势可以抵御竞争者的侵入。但为什么全联旁边开了一堆超商却没有倒闭呢？因为它有自己的经济护城河。这边我们就来举全联的例子，它有基本的物流优势，在台湾又有超过600家的据点优势，所以它可以跟供应商进行商议。它可以说，如果你们不要用更低的价钱让我们进货的话，那你在全台湾600家的全联都将看不到你们的产品，那你们的产品就会变成一个边缘产品。那供应商可能就会因此而降低它销售的价格，此时全联就可以将商品的价格降低来进行贩售，这就会形成一个成本的优势，也就是一个经济护城河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投资人要特别注重经济护城河的原因，因为有护城河的企业就更有竞争力，更能抵御竞争对手，也就更能长久的发展。而能更长久的发展，就代表公司能带来更多的现金流。能带来更多的现金流，那就代表说企业的价值就会提升。所以，如果企业有护城河的话，它就能提升它的竞争优势，也就能更长久的发展。能更长久的发展，它就能持续的获利。能持续的获利，那企业的价值就会提高。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，它横轴的部分代表时间，那纵轴的部分代表资本报酬率。左边是有经济护城河的企业，右边是没有经济护城河的企业。那图形阴影的部分是企业创造的总经济价值。那没有经济护城河的企业，可能会因为其他竞争对手的进入，就要进行一些削价的竞争，会导致资本报酬率快速的下降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拥有经济护城河的企业，其所能创造的经济价值明显高于没有经济护城河的企业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要选择股息股来进行长期的投资，不管是复利投资策略，或是双重复利投资策略，我们都要判断这只股票是不是具有经济护城河，以及护城河是不是够宽广。
那现在大家已经大略的知道，经济护城河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关键。那在讲到真正的经济护城河之前，我先给大家了解一下有哪些是假的经济护城河，也就是大家误以为它可能是经济护城河，但是它其实不是经济护城河。第一个，这家企业它可能有个非常优异的产品；第二个，这家企业有非常高的市占率；第三个，这家企业可能有优秀的管理团队，或是有非常灵魂的领导人物。第一个优异的产品，这边我们就来举例，在了无人烟的健身房旁边，忽然间开了一家鸡排店，海绵宝宝鸡排店。那这个鸡排店对那些刚健身完、饥肠辘辘的人来讲，绝对是非常非常好的商品，所以它的销量当然就非常的好。但是当其他的竞争对手出现的时候，也开始卖起了鸡排，那海绵宝宝鸡排店它的销量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如果新开的鸡排店又进行了特卖会，那海绵宝宝鸡排店也必须要进行特卖会才能争取它的客户嘛，这样就会更进一步的侵蚀到海绵宝宝的营运毛利。那企业也是一样，虽然你有很好的产品，但如果你没有任何的专利，或是你的品牌不够吸引人的话，那其他竞争对手一样话无辱的卖出了同样雷同的产品，那你的企业获利就会受到很大很大的打击。第二个假的经济护城河就是超高的市占率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在高度竞争的市场当中，领导地位未必可靠。我们来看看 IE， 相信大家都知道 IE 吧，就是 Internet Explorer， 它就是一个浏览器。在2007年的时候 ，IE 的市占率高达了67.1%。但随着 Google 旗下浏览器 Chrome 的加入 ，IE 的市占率持续的下探。如今 Chrome 的市占率已经高达了66%，那 IE 的市占率只剩下6%。由此可知，我们要聚焦在企业是如何获得市占率，它是用什么方法可以获得市占率，而不是企业它已经拥有的市占率的多寡。因为市占率只是显示所有的竞争之后所留下来的结果，那我们要看的是原因，而不是结果。第三个，公司高效的执行效率，或是优秀的管理阶层。一个优异的执行效率，如果它是无法被复制的，那它才会是一个有竞争力的项目嘛。但通常优异的执行效益都可以被其他企业所复制，所以就不会是一个好的护城河。因为护城河的本质就是它可以给企业带来持续性的竞争优势。那优秀的管理阶层呢？优秀的管理阶层难道就可以算是一家公司的护城河吗？其实这反而像是一家公司的风险。如果哪一天优秀的管理阶层它忽然间被挖角走了，这样公司会不会就无法运营下去了？而且我们所认为优秀的管理阶层，只是他过去的表现非常的优秀，这样并不能代表说他未来的表现也一定会非常的优秀。我们应该要注重的是这个管理阶层他所建造出来的一个制度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这个管理阶层不在的时候，这个制度仍然能持续的运行下去，这才会是一个护城河。那我们前面介绍了几种大家可能会误以为是护城河的特性，那真正的护城河到底是哪些特性呢？第一种就是无形的资产，第二种就是成本的优势，第三种就是它有高转换的一个过程，第四种就是网络的效应。那这些真正的护城河，我们将会在下期影片进行介绍。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影片我们所提到的重点。第一个，如果我们要进行复利策略或是双重复利策略来进行长期的投资的话，那我们就要注重企业的基本，也就是产业护城河的部分。第二个，经济护城河的部分就是可以创造长期竞争优势的条件。第三个，假的护城河有哪些？第一个就是好的产品，第二个是高的市占率，以及第三个就是有优秀的管理阶层或是有灵魂的领导人物。那各位认为还有哪些是属于假的经济护城河呢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那下一期影片我们将会介绍到真正的4种经济护城河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，拜拜。